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正驾驶着一辆底盘极低、线条特别流畅的那种高性能跑车，行驶在非常开阔的高速公路上，哇，听起来很爽。对吧？然后你把油门一脚踩到底，引擎发出那种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转速表直接飙红了。速度肯定很快了。但奇怪的地方就在这儿了，你的车速却慢得像蜗牛一样，而且车厢里开始弥漫着一股那种刺鼻的焦糊味儿。你猜是为什么？因为你忘记松开手刹了。没错，就是因为你忘记松手刹了。那种巨大的物理阻力啊，机械内耗，还有那种让人简直要抓狂的停滞感，其实正是我们在学习一项新技能，特别是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时候，最真实的写照。非常贴切的比喻。就是你的大脑在母语和外语之间来回疯狂的去翻译，对吧？你觉得你在拼命前进，但实际上你的大脑正拉着手刹在狂奔。对，这种拉着手刹的摩擦感，其实在认知科学里面，它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极高的认知负荷。认知负荷，对，就是当你试图用旧的神经回路去处理一个全新的信息系统的时候，大脑的处理带宽它会在瞬间被挤占殆尽的。原来是这样。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学了好几年外语，一旦真正开口去对话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或者觉得极度疲惫。就是因为后台程序开的太多了吗？对对对，完全卡死了。那这种内耗感，这是我们今天要为你，也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深度解析的核心。我们今天要拆解的素材非常有意思，它不是什么几百页的那种学术巨著，也不是什么长篇大论的论文。其实非常简单。对，极其精简。我们就看一段非常日常的对话文字，是来自 Go Mandarin Daily 的一小段，短短几句话。没错，这段对话呢，发生在两个角色李维和小雨之间。表面上看，这真的只是2、3句很简单的中文教学开场白，但其实里面大有文章。是的，当我们把它放在怎么说呢？放在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的显微镜下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寥寥几句话直接触及了所有技能学习者心中的那个圣杯，就是我们到底怎么跨越翻译的这个泥沼，直接用一门全新的语言去思考。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啊，都在寻找个跨越这道心理和认知障碍的方法。真的太难了。可是这段简短素材它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完全没有陷入传统教学法的那种窠臼，反而是提供了一套极为清晰的，从目标设定到心理建设，再到最终执行的完整行为模型。那我们赶紧来拆解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聊聊目标设定的问题。好，你想啊，在传统的语言课堂上，不管是学英语、学法语还是学中文，老师走上讲台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什么？大家翻到第10页。对，或者说今天我们来背这5个动词，再或者今天我们来死磕一下这个过去完成时。就是从最基础的开始。没错，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从砖块开始学起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素材里，李伟开篇的第一句话，你猜是什么？他说：“今天我们学习怎么用中文思考。”直接上来就王炸了。等等，直接学习用中文思考。如果我是一个连绘画量都没过100的初学者，你告诉我今天的目标是改变大脑的思考语言，这听起来简直像是让一个刚学会爬的婴儿直接去参加100米跨栏啊！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教学策略吗？怎么说呢？从直觉上看，这确实违背了我们习惯的那种循序渐进的思路。对啊，步子迈太大了吗？但是如果从认知加工的层级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极具野心的自上而下的学习策略。自上而下？没错，传统那种背单词抠语法的方法，它是在关注 what， 就是我们要往脑子里塞什么具体的内容。学什么词？对，可是当大脑只关注具体的词汇时，它会本能的去寻找一条最省力的路径。你想想，这条路径是什么？就是我最熟悉的母语。完全正确，就是你无比熟悉的母语。所以当你看到外语的苹果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并没有看到那个红彤彤的水果，而是先把它映射到中文的苹果这2个字上。没错，然后再去调取画面。
这个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你一开始说的那个拉着手上。哦，所以李维这句话，他其实是在强行把学习者的注意力从我要学什么词，转移到了我的大脑该如何运作上面。对的，他把目标直接设定在认知加工的最顶层，在心理学上会强制激活你的一个东西，叫做原认知。等一下，稍微打断一下哈，这里我们得跟听众解释清楚，原认知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高深，它具体在我们的脑海里是怎么运作的？是不是说我不光在思考，我还得站在旁边，像个监工一样看着自己是怎么思考的？哇，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原认知简单来说就是对思考的思考。对思考的思考。是的，当你被要求用一门新语言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接收词汇的容器了，你开始觉察到自己脑海里那个隐秘的翻译官的存在，也就是那个偷偷在后台运行的程序。没错，每当你想先用母语组词，然后再去翻译的时候，原认知就会跳出来发出警告，告诉你，嘿，你又走老路了。懂了。这种策略的意义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试图打破你对母语神经回路的依赖，强迫你的大脑去建立直接指向概念本身的新连接。哇，听起来这绝对是个颠覆性的操作系统升级啊！绝对是的。但是问题来了，当你告诉一个成年人，你需要彻底改变你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关闭你最依赖的母语通道，这很难。这太难了。作为学习者，我的第一反应绝对不可能是被点燃了学习热情。那种说好耶，我要改变大脑，我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极度的抗拒，还有恐惧。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简直反人类啊！你会有这种抗拒，恰恰揭示了为什么那么多的语言学习或者技能培训最终都会失败。为什么？因为大脑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啊，它被设计成了一台极度抠门的机器。抠门儿怎么说？你看，大脑只占我们人体体重的2%左右，但它消耗的能量特别大。没错，它要消耗掉人体20%的能量，建立一条全新的能够直接思考的语言神经回路，这可是个极其耗能的巨大工程啊！就是要铺设新的高速公路了。是的。面对这种高能耗的挑战，大脑底层的那个生存本能，它会疯狂拉响警报，告诉你，这太危险了，太消耗卡路里了，我们还是用回熟悉的母语吧，那条路最省电。哇，所以我每次面对一门新语言，感到那种深深的挫败感、疲惫感，甚至想直接摔书放弃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毅力，不是的。而是我大脑里的生物学本能在试图保护我免受能量枯竭的威胁。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确实就是这样。当这种巨大的认知挑战出现的时候，大脑里的杏仁核就是管情绪那个，对，处理情绪，特别是恐惧和压力反应的中心，它就会被激活，它会让你产生焦虑感，进而引发拖延，或者干脆直接放弃。原来我是被杏仁核给绑架了啊！哈哈哈，可以这么说。而在我们的素材里，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教学转折点啊！你指的是小雨的那句回应吧？对，刚才李维不是抛出了用中文思考这个宏大目标吗？然后素材里的另一个角色小雨，他立刻接了一句非常接地气的话，他说：“很多人觉得这很难。”没错。我跟你说，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憋气潜水，突然浮出水面，猛地吸了一大口氧气一样。小雨在这里简直就是我们这些正在受苦受难的学习者的嘴替呀。确实是这样。小雨这句话的存在，在教育心理学上被称为情绪确认。情绪确认。在传递任何有难度的知识之前，如果不首先处理掉学习者因为杏仁核警报而产生的那种情绪阻力，后面的所有方法论其实都是无效的。听不进去，对吧？根本听不进去。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一个充斥着毒性正能量的信息时代。太对了，各种自律博主啊、成功学啊，都在告诉你，只要努力就能做到，或者什么优秀的人都在凌晨4点起床。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完美主义宣扬，其实反而会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做不到的时候产生深深的内疚感。你会觉得，是不是我太笨了？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用外语思考简直比登天还难？真的会这样，会陷入自我怀疑。可是小雨的声音，它直接打破了这种幻觉，它代表了大众的真实感受，把这只庞大的名叫焦虑的大象直接指给所有人看了。他坦然承认了这种认知上的困难。对，这就像正在倾听的你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你感到痛苦是正常的，你的阻力被看见了。哇，被看见了。是的，这种同理心会在瞬间降低大脑的防御机制，在传授者和学习者之间建立起信任。也就是帮我们给那个过度活跃的杏仁核进行了一下物理降温。很生动。好吧，既然困扰已经摆到了台面上，情绪也被安抚了，那接下来李伟总该给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报案了吧？结果呢，我看素材里，李伟给出的答案竟然是，其实并不难，只要每天练习10分钟，你会慢慢进步。我必须在这里提出强烈的质疑啊！这听起来也太敷衍了吧？我们刚才就在1分钟前还在讨论什么重塑大脑神经回路、抵抗千万年的进化本能这种史诗级的工程。画风转变得太快。对啊，现在你告诉我每天只需要花10分钟，开什么玩笑？我每天光是决定中午点什么外卖都不止10分钟好吗？这区10分钟真的能对大脑产生哪怕一丁点实质性的改变吗？这个反应太正常了。但是这恰恰是很多人对大脑学习机制的一个最大误解。我们总是迷信强度而忽视了频率。李伟提出的这个10分钟策略，在行为心理学里面被称为微习惯。微习惯？对。为什么必须是10分钟，而不是雄心勃勃的每天苦读2小时呢？因为10分钟这个时间跨度，刚好处于大脑杏仁核的威胁雷达之下。也就是说，如果我设定的目标是今晚要在书桌前学2个小时的外语，我的大脑立刻就会觉得，天哪，这太痛苦了，然后它就会诱导我去刷手机，去逃避。对的。但是如果目标只有短短10分钟，大脑就会觉得，切，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随便搞搞就过去了，于是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抗拒心理。没错，你就是在给大脑下套啊！哈哈，真的是在骗大脑。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特洛伊木马，它帮你临摹插地，跨越了最困难的那个启动阶段。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神经科学原理——神经可塑性。具体是怎样呢？大脑中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赫布定律，英文叫 Hebb's Rule， 简单来说就是同步激发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同步激发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对，但是这种物理连接的建立和巩固，它并不是依赖于你某一天突然心血来潮，突击熬夜学习了8个小时。就像你不可能在1个月内通过周末去健身房狂练10个小时，就立马练出马甲线一样，对吧？肌肉的撕裂和重建，它是需要规律的、持续的刺激的。简直一模一样。神经元突触的强化也是同样的道理。高频率、低强度的刺激，其实比低频率、高强度的刺激更能有效地促使大脑去改变底层的结构。原来如此。比如说，你每天就花10分钟刻意练习，甚至就是在早晨洗漱的时候，尝试用外语去描述一下镜子里的自己。这种行为就像微小的水滴一样，每天都在重复激活那条新的语言回路。滴水穿石吗？对，久而久之，原本需要耗费巨大能量的主动思考，就会慢慢固化成低等号的潜意识本能了。哇，这个机制真的解释了很多事情，而且也让我想通了李卫那句话里的另一个词，我觉得也很关键，就是慢慢。慢慢进步。在现在这个时代，铺天盖地都是什么10天速成流利口语啊，3个月带你掌过一门外语，这种浮躁的口号，他居然老老实实的告诉听众，你会慢慢进步。其实他这是在进行一种期望值管理吧。非常敏锐。我们太多时候就是因为设定了那种完全不切实际的高期望，然后到了第3天或者第5天，发现自己依然无法用外语流利思考的时候，多巴胺就断崖式下跌，最后彻底放弃了。是的，接受慢慢进步，本质上就是在接受大脑生理上的改变，它是需要时间的，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没错。这就把学习者的注意力从我今天有没有立刻变厉害这种短期焦虑中解放出来了，转移到了对微习惯的日常维护上面。
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这段对话的逻辑真的是非常严密。你看，我们确立了高级别的认知目标，就是用中文思考。然后我们通过小雨的共情，化解了大脑本能的恐惧。接着，我们又拿到了每天10分钟绕过杏仁核防御的这个微习惯武器，步步为营。对，简直是万事俱备，理论框架完备无缺。但是紧接着，对话的结尾给出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击。小雨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话：“那我们现在开始吧。”然后就没了。这段对话到此戛然而止。哈哈，你对这种突兀的结尾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它像是一脚把我从悬崖边上给踹了下去啊！为什么这么说？你想啊，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我们这些自诩为热爱学习的人，在面对一个新挑战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叫做准备的狂欢里面。准备的狂欢这个词儿太生动了，对吧？如果我决定要开始学语言了，我可能会花整整3天时间在网上搜索评测，看哪个背词软件的算法最科学。然后我还会花1个星期去挑一套最精美的记事本，我甚至会去网上找几个 G 的资料包存到我的网盘里，虽然我从来没打开过。哈哈，就是差生文具多。就是这样，我们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寻找最佳路径上，却迟迟不肯迈出第一步。你描述的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分析瘫痪，或者说是陷入了知行鸿沟。分析瘫痪，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沉溺于准备工作呢？因为做计划、买文具、收集资料这些行为，它们能够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产生一种我已经开始努力了的错觉。没错，产生一种虚假的成就感，从而获得那种廉价的多巴胺奖励。但实际上呢，真正的核心挑战，也就是改变你的神经回路，根本就一点儿都没有被触及到。所以这些看似很勤奋的准备工作，本质上只是披着华丽外衣的高级拖延症而已。一针见血。他没有问，那我们每天的这10分钟，到底应该安排在早上好还是晚上好呢？他也没有问我们需不需要先下载一个辅助打卡的 APP 啊，都没有。他切断了所有进一步理论探讨的退路。既然目标已经明确了，既然门槛已经低到了只需要微不足道的10分钟，那么所有的借口就都不成立了。是的，他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一次从理论认知到物理行动的零摩擦切换，不需要去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也不需要等待下一个星期一，也不用等新年第1天。对，既然是每天10分钟的微习惯，那么最好的起点就是此时此刻，立刻采取行动，是打破信息内耗、跨越知行鸿沟的唯一方式。真的，只要齿轮开始转动了，哪怕一开始转的再干涩、再笨拙，你就已经不在起跑线上了。是的。好，聊到这里，我们今天真的像是拿着手术刀一样，把这短短几句日常对话给解剖到了细胞级别。那让我们为你，也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重新梳理一下今天挖出来的知识宝藏。划重点了。首先，设定一个直击本质的目标，不要满足于在2种语言之间做那种机械的翻译，试着把注意力拉升到原认知的层面，去挑战用新语言思考这个终极的系统升级。对，跳出 what， 关注好。其次，正是你的恐惧。你要明白，觉得难、觉得痛苦，并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行，而是你大脑的杏仁核在试图帮你节省能量。接受这种阻力，不要被完美的自律神话给绑架了。你的痛苦很正常。接着，掌握欺骗大脑的武器，用每天10分钟的微习惯，安全地绕过大脑的威胁雷达，利用高频率的神经元激发，去慢慢重塑你的大脑回路，用持续性去战胜你的3分钟热度。也就是慢慢来比较快。最后，也是最无情的一步，停止毫无意义的过度准备，放下对完美方法的执念，现在开始吧。其实，虽然我们今天解剖的是一段关于语言学习的对话，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套模型几乎适用于我们去攻克任何一项复杂的长期技能。也是今天我在最后想留给你去慢慢咀嚼的一个问题。既然一段简短的对话能够告诉我们，哪怕是像重塑语言思维回路这样极其硬核的认知挑战，
它也可以被分解成毫不起眼、大脑甚至都懒得反抗的每天10分钟。那么在你的生活里，还有哪些巨大的，让你一直觉得太难而不敢碰的目标呢？肯定有很多。对吧？也许是写完一部一直停留在构思阶段的小说，也许是从零开始学习一门编程语言，又或者是想要去修复一段僵化已久的人际关系。这些听起来都很有挑战性。但是如果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雪山，其实都不需要你全副武装的去攀登，只需要你每天拿出那毫无压力的10分钟呢？如果那个一直死死拉着你人生跑车手刹的，不是外界的困难，而是你自己对行动成本的错误预估呢？这真的值得好好思考一下。是啊，所以带着今天这个全新的认知视角，去看看你抽屉里那张因为写得太宏大而积满灰尘的计划表吧。挑选其中最让你害怕的那一项，把它切成10分钟的碎片。现在就开始。没错，现在深呼吸，松开你的手刹。我们下期再见。